来吧，招财猫的大力神。前3集我们都已经介绍完了3套的单体形态，最终我们终于进入了合体的过程，也是激动人心啊！而且这一套的合体相当的好玩。不会话，我们直接来开始吧。首先拿出搅拌机，中间这里先掀开所有的盖子，翻出中间的膝盖甲，再把它合并上去，锁住。脚趾头往外拉一下，不过这个东西很紧啊，我们得一个一个的拉。嘿，嘿，中间这个地方的核心都是大块的金属件，也是为了脚底的一个配重吧。立起来就好啊。它的左右接地关节呢，在人形腰部的这里，包括腿部这里，其实也有2个伸缩的滑道，作为一个辅助的接地支撑。另一条腿的变形，依旧是打开这个盖子，翻出来膝盖的造型甲，跟好。这一块我们先立起来，拆开下方这里的卡扣，拆松即可啊。然后打开胳膊，这个地方腰部做一个 Z 字的拉伸 ，Z 字折叠，脱下来。然后再进行一个滑道的缩胸，把胸口缩进去，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卡槽，在这个地方的定位。另外一边也是把它锁上，下方这里主要我们要把脚翘起来，然后抠出来中间的2个插桩。2个脚旋转180度放到另一侧去，这个时候把它定上来，然后这2个爪子滑道再缩回去，然后脚尖脚后跟摊平。我们现在主要链接这个地方的圆豆，当然我们要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先把这一侧卡上去，注意这个梯形的滑槽，再卡这一边，同时的往上锁，夹一下。接着我们把这个轮子卸开，往后折叠，注意这2个豆的位置卡在中间。好，这样等于是延长了一下后脚跟的一个长度，让它支撑得更稳定一些。当然左右转脚踝这个地方也是不影响的，腰部这里可以转。前方这里呢是通过这2个滑槽的一个滑动，来实现一个脚部的尾液压联动的脚踝旋转。哇，这个挺帅的。胯部的拖斗拿出来，拖斗的变形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先把这2块折下去，然后2个板子放下来解锁。这个地方腿部先拉出来，这里就要注意了，先把合体的连接关节这个大合金块180度翻折下来，挺紧的。接着轮子放到后边，旋转180度，这一块折下来，锁好。打开卡扣，180度贴合，这边插住，这边180度放下来，搁好。前裙甲跟这样夹起来，腾开空间，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个旋转方向，把这一块折起来，然后拧一下，摆到正确的角度上。好，大腿的胯部现在已经掰开了，接着是背后这里这一大坨啊，其实就是它的裙甲，先把这里撩开，前裙甲拉出来，翻转，拧个180度，接着我们要进行一个钻裆，整个的套过去，前后夹在一起的一个操作过程。而背后这里呢，通过这个合金的双段关节要往上提，提的过程中注意这个地方的凹槽卡扣，
以及前方这里的一个黑色的钉钉套盒，整个这里的把这个甲套上去。好，套完了以后，完成样式基本上就是这样了。裙甲有了，接着继续往上变，两个手臂现在我们要稍微的分开，这里拉出来，然后腾开一定的空间，这里的合金板子撬开它，下方这里有一个锁住点，撬起来以后拧个180度，换个方向，再把它放下来，锁上。锁好之后，把这个紫色的零件先抠起来，然后通过这个双折叠往过翻，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肩胛的位置了，这滑道啊一定要提到最上方去，露出来中间的卡扣，然后把这一块翻折一下，贴到这边，让这个手腕边缘的卡扣露出来，这个地方双折叠，左右并在一起。卡扣插合，腹肌的小肚腩并在一起，然后两条手臂中间的卡扣结合在一起，前方这里的凹槽再跟上方这里结合，也算是各种维度环环相扣的一些锁定了，把它插结实了。好，主要是这一块，因为两个肩胛有一个滑槽的过程，还得捏合中间的卡扣，而且这款大力神最后变完了以后，腹部漂不漂亮，主要是看这个地方。变到这个程度以后，腰部开始旋转180度，拧过来，这块是腹部的肚兜夹。好了，胯部的托斗我们就完成了。接着是吊钩，我们把钩子先缩起来，放进去，这块展开，我们先立起来。这个时候就直接往下弯折，打开腿部，滑道拉出来，这就注意玩这个关节了，它中间有很多的旋转点，旋转到什么角度呢？就跟匣子那个形态差不多，转到这样即可。然后打开这个盖子，头我们先放出来，两条胳膊左右打开中间的合金关节，往下拉，卡到下方去。上方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卡槽，我们根据这个关节旋转，折动膝关节，再往上提。提上来以后，这个地方会出现卡槽的位点，把它这里进行结合，套住。同时上方这里还有一个方形的卡扣，注意这两个卡槽要同时的套合，卡住。再通过刚才它滑动的这个腰部，把这腰部滑动一个半圆下来，抠出来中间的这个棍子备用。另外的一条腿也是往上提90度，再根据膝关节折90度，方和圆同时的往里卡，定好位置。注意这个大腿根部黑色的零件一定要摆正，这边的一个绿色边缘跟这个凹槽进行结合，套住它，也算是一个固定了。好，上半身我们基本上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把这块整个旋转180度背包放下去，然后吊钩旋转过来，摆到肩膀的侧面去。掏出来，一开始我们从托斗的匣子形态拆出的这两个小心心，打开，下边的这半截左右合并，翻出连接的小棍子，胸甲从这里连接进行插合。好，大力神的上半身完成。接着两条胳膊就简单多了，直接往出翻。好，这条手变出来，注意一下，它的左右手是不能互换的，因为大拇指在这里。我们拿出另一条手臂，
好，这条是这样，直接滑槽往里套就好了，然后抠出来它的连接关节，摆成这个样子，因为毕竟这个关节要做上台嘛。另外一个，这个还是需要变形一下的，我们把这里拆开。好，腰拧个180度，把这块搁上来。爪头嘛，随便摆一摆造型就好了。滑槽继续卡进来，抠出中间的连接关节。膝盖的连接方式是这种梯形的滑槽，直接滑进去即可。吊钩这里的连接，这个板子会非常不好撬啊，我们得先掀开这个脑袋，然后再把这一块翻过来，卡扣卡住。结合主要是靠这2个扣点，插入到拖斗的2个手的洞中。插上去以后还是比较结实的，而且腰部还有上下的活动。胳膊这里直接插桩往上套即可。我们拿出来刚才单体拆下来的这么多武器。首先是吊钩的2把小枪，翻折一下，卡到一起。然后是对掌铲土机的，接着是拖斗的，再然后挖掘机的，最后搅拌机的。6款单体成员的枪就组合成了最后大力神的这把大枪了。其实一些元素来说的还原度还是非常可以的，但是它又不同于原先漫画里边的那种感觉，做了一些全新的美化修饰吧，包括整体的一个身材的比例效果会非常的好看，也很有 DW 大力神的那种壮硕感，2个宽阔的肩膀，双重履带叠出来的那种厚重感，再加上腰部这一块的变形，用拖斗的2条胳膊变完了以后相当的有趣，而且变完了以后的这种感觉细细的，也是非常符合现在审美的一种感觉。身上的涂装点缀，包括一些刻画的描写，都相当的不错了。那整体来说呢，招财猫的这一套大力神啊，尤其作为一款小比例的套装的合体玩具来说，真的是不容易，并且它实现了4个形态的转换，做工用料非常非常的好。但也能看得出来，招财猫还有一些设计不足的地方，因为毕竟现在还是个样板件的阶段啊，是不知道将来以后在出大货的时候能不能再改进一下。比如说我个人发现的几点，首先在车型状态下几个成员的身上缺卡扣的现象，再有就是这个挖掘机的腿部这里啊，我觉得那个地方应该切一刀，切完了以后在车型状态下变形会更加完美一点。但可惜的就是人形的时候那个板子会容易塌进去，不过我觉得无伤大雅了，毕竟车型会保证的更好一些嘛。再有就是背后这个地方背包的一些卡扣啦，其实最关键的这一套大力神优点非常的明显，缺点也非常的明显。优点已经不用多做赘述了啊，非常的帅，而且变形的过程也相当的好玩。几个形态下来以后，我觉得甚至来说，除了它是一套漫画造型的题材之外，我都觉得在小比例的大力神里边，这个应该是目前最强的了。但可惜的是，漫画的造型并不能被所有的玩家所接受，但是呢，精彩的做工用料以及匣子形态的展示，最后你还可以把6个匣子的板件拼成一个大型的格纳库来收纳这个大力神，效果也是极佳的。掀开脑门，我们还可以进行眼镜的切换，可以切换成带光学镜和露着眼睛的，包括这一款的头雕做的也是像模像样，非常的帅气。
两个肩头宽阔的那种感觉，壮壮的漫画即视感。腰部，如果你按照我刚才的变形过程，把这一块两个胳膊拼合到位了的话，那这个腰部也是非常漂亮的。腿部，类似于那种仿真实液压的联动的这两根杆子进行左右接地，非常有意思啊！包括这个搅拌机的滚筒拉长以后的造型，以及脚部拉长以后中间露出来了合金件的那种感觉，质感是非常强烈的。再加上小枪6个成员也能一起拼成大力神的大枪。可以说呀，招财猫的这一套大力神在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来看的话，绝对是一款非常不错的玩具了。而且在做工用料上边也属于在第三方里边的上乘之作，造型、可动、变形各个方面都是属于高分水准。唯一可惜的就是可能考虑的有一些不到位吧，身上缺卡扣导致一体性不强，让几个成员在伪装形态下会显得松松散散，但最终来说它毕竟是一个合体金刚嘛，大家玩的应该还是它的合体模式了。组合完了确实是够帅。身高方面，在合体完了以后也是达到了24公分的高度，这个在目前的小比例里边也算是一个主流的合体比例身高了。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我终于看到了一款不用大裤衩的小比例大力神了，让人觉得非常不爽、非常诡异的一种逻辑模式。可能也是因为 DW 漫画造型所给它定下来的这么一种概念吧，让它更加的好做。对于 G1 造型来说，可能现在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招财猫聪明就聪明在它选择了 DW 的漫画造型，而且确实这个造型无论是载具还是单体的人形以及最后的合体形态都非常帅。甚至收藏铁工厂小比例漫画的玩家，你也可以搞一套招财猫的 DW 大力神来配合其他的玩具进行一个互动。虽然它并不是一个满分作品吧，虽然我自己也给它动了一些刀，虽然它的卡扣并没有做到一体性的稳固度那么的好，但综合因素来看的话，再加上它甚至还可以变成匣子，单体的四变以及最后的格纳库，这些都是它的点睛之笔的设计。所以我给它的总体评价瑕不掩瑜，一款小比例的又一神作，好东西，太棒了，强烈推荐。那么的招财猫的这套大力神大概就是这样了。